在那个没有转生，也没有各种龙傲天的异世界轻小说漫改大乱斗的年代，我们老二次元的青春属于谁？是着眼的夏娜、凉宫春日的忧郁、灵之使魔、克兰的。和现在满天飞的异世界穿越番不同，当年老二次元看过的轻小说漫改中，有一部硬核激战与无厘头搞笑完美结合的神作，它就是贺东真二笔下的《全金属狂潮》，并于2002年1月推出了它的首部动画，至今已推出了4季。男主向良宗介绝对是动漫史上的奇葩，他有着堪比终结者的丰富军事知识，情商却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，偏偏内心又极其的善良，这种核弹级别的反差萌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，同时也给这部作品注入了无与伦比的趣味性。在全金属狂潮的世界观里，机甲被称为 AS， 大家可以直接把它理解成全金世界的高达。男主宗介驾驶着这些钢铁巨兽，在枪林弹雨里来去自如。但如果你只是以为这是一部硬核激战番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它的第2季校园番堪称校园搞笑番里的教科书与绝对巅峰。这部作品直接影响了后来的《笨蛋测试召唤兽》和《男子高中生的日常》等经典搞笑动漫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季也是金阿尼从外包打工仔走向独立制作的第一部转折点作品。可以说，没有全金二打下的江山，可能就没有后来席卷全球的凉宫春日的忧郁、天一少女、中二病也要谈恋爱，更别提他还贡献了动漫界最魔性吉祥物之一波太君。除了波太君和那些一想就能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经典 BGM， 这部作品还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火出圈的词。当年雷总开发布会最爱用哪个词形容小米？没错，黑科技。但各位知道吗？黑科技这个词最早就是出处于全金属狂潮。在原作设定里，它指的是像拉姆达系统这样能把意志力转化为物理攻击，直接把牛顿观测板掀飞的离谱科技。而承载着这项终极黑科技的究极兵器，就是咱们今天摆在咱们桌面上这个体积大到离谱的橘猫工业1:35正比例机甲烈焰魔剑。熟悉原作设定的朋友都知道，宗介原本驾驶的机体强弩是密爷拥有的第3代 AS， 更是搭载了拉姆达系统的核心机体。但在动画第4季中，强弩因为巨大的机体代差，被敌人按在地上无情摩擦，最终彻底报废。但是新机体也因此破而后立，密爷回收了强弩中由天才耳语者班尼创造的 AI 以及拉姆达系统，将它们重新安置在了全新的第4代 AS 上。这就是完全根据宗介战斗风格量身定做的超级机体烈焰魔剑。为了追求极致的物理破坏力，这台机体甚至极端的完全放弃了电子对抗系统，只保留了最基础的2代搜索装置，用放弃魔法防御的代价，换来了短时间内单枪匹马摧毁3台顶级敌机的绝对物理碾压。为了还原这台极端化设定的暴力美学，橘猫工业这次可是下了血本。因为机体设定拥有增强性能的电磁肌肉和极高的结构强度，模型在全身受力关节处大量采用了高强度的 POM 材质，直接把把玩寿命拉满。再看看这金银铁3色的金属玉涂装内构，表面自带轻微磨砂质感，机械细节的锐度极高。让我们直击这台机甲的心脏，拉开胸口装甲，内部就是这台模型最精髓的驾驶舱。极小尺寸的拼装宗介人偶端坐其中，不仅基础关节可动，甚至还配了一把小手枪，非常推荐上色增强细节。脱去外甲看骨架，这绝对是一场机械视觉盛宴。背部的仿生脊椎虽然没有龙虾背那么夸张，但弯曲时的拉伸联动极其顺滑，大腿和膝盖部分的滑动联动更是教科书级别。屈膝时装甲层层避让，内部带有浮雕细节的金属色骨架直接裸露出来，这种从设定走向现实的逻辑拆解感，对于喜欢硬核内构的玩家来说，简直是一封写给机甲狂热粉的情书。机械臂拥有2段平转和2段滑槽拉伸，全展开后关节极度的灵活。这些设定里的细节，橘猫工业全部都用扎实的拼装逻辑给你一一变现了。强烈许愿可以出一个透明外甲版本，当这台机体穿上全部的外甲，属于它的终极形态才真正显露。大家可以仔细看，橘猫工业在外甲的处理上，并没有采用堆砌刻线的粗暴方式，而是通过精巧的装甲切割和红白灰的色差分色，配合多处的爆甲展开结构，把机械美学拿捏得死死的。很多朋友看到头部这个渐变透明键，第一反应绝对是哇，好帅的光束特效。错，大错特错。由于机体性能过于极端，头部专门启用了散热锁设计，所以这根随风飘逸的不是能量光束，
而是实打实的实体物理散热锁。肩部这两块可不是普通的护甲，而是大名鼎鼎的 Ferris Feather 妖精之羽系统。原著设定中，它一旦启动，就能强制取消行动半径内所有拉姆达系统的操作，主打一个全场强制闭麦。橘猫工业在这里塞入了一套极其丝滑的齿轮联动结构，一拉双开，爽快感直接拉满。因为追求极致的爆发力，这台机体的最大行动时间被强制缩短到了只有30个小时。但为了弥补这一点，它的武器库可以说是丧心病狂。全场最瞩目的绝对是这把 Soldado Arsenal 165毫米多功能爆破榴弹炮。它专为击落重装甲目标而设计，既能用短管形式应付中距离战斗，也能换上长管切换为榴弹炮模式。配合上 Lambda 系统，它能直接摧毁最远30公里外的目标。除了超视距大炮，它还配备了2把 Geratron Electronics GR-AW-4 单分子切割刀，就藏在膝盖处，再加上反坦克匕首、对 AS 专用手雷、散弹炮，以及2门12.7毫米加特林机枪和2门钢索枪。模型更是贴心的附带了铁丝，让你能够完美还原弹射锁钩的凌厉姿态。当然，决战怎么能少得了大背包？这个 XL-3 推进器翼展接近50厘米，单体重量高达240克，妥妥的微缩军模级别。背包外壳下藏着纵横交错的十字骨架，尾部推进器喷口更是做到了每一片叶片都能独立外翻展开，内部结构一览无余，视觉冲击力极强。这么重的背包不上地台根本无法自立。好在附带的大型地台不仅机械刻线丰富，底部还设计了极其实用的收纳空间，各种手型和替换件通通都能塞进去，完美解决了丢件焦虑。总结一下，这台橘猫工业的烈焰魔剑超多板件带来了超长时间的丝滑拼装体验。说明书在一些视角指引上确实还有优化的空间，但瑕不掩瑜，它超还原的设定、丰富的联动、军火库般的配件，这绝对是一封献给全金属狂潮粉丝的完美情书。好了，我们本期节目为新系列《骄傲的呼唤》第1期，大家是否喜欢呢？想看更多硬核好玩的魔玩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！